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板，欢迎收看小猪奇谈啊。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啊，聊一聊一些常见的德国品牌是如何发家的。那希望大家听了这个系列呢，一来有助于白手起家发家致富啊，二来呢在大街上再看到这些品牌，也可以跟人娓娓道来啊，吹个牛逼。那既然聊到发家致富啊，咱们就从德国首富说起。提到德国首富啊，大家可能首先想到是宝马、奔驰、保时捷的老板啊。宝马背后的匡特家族呢，确实在去年是拿过德国首富的头衔的。不过那个荣耀呢，随着宝马股票下跌啊，转瞬即逝。真正能在德国富豪榜上稳如老狗常年坐庄呢，其实是德国廉价超市的老板啊，更确切的说是阿迪啊，那国内翻译成奥乐奇和 Lidl 老板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两家廉价超市呢都没有上市，无所谓资本市场涨跌啊，所有的财富呢完全属于创始人的家族基金，不与外人分享。他们坐拥几百亿欧元，却极为低调啊，是德国真正的隐形富豪。那德国的廉价超市有多可怕？根据德国2台一档节目的报道啊，英国原本日常物价的消费水平呢是比德国要高出20%的，但是在阿迪啊大举进军英国啊，以每周开一家的这个新店的速度啊，又超过1000家门店，迅速占领这个全英国后呢，短短几年这个数字又降到了5%啊，那就感谢德国联超，现在这个英国物价已经降到了跟德国差不多的水平了。那在这几年全球经济都不咋地的情况下呢，这些德国联超的老板财富不降反增，几乎翻倍了。因为老百姓钱包里的这个钞票越少，去廉价超市里购物的人就越多。那这时候呢，大家也不讲消费升级了，用最少的钱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去年 TikTok 上有个姐妹发了一条让德国打工人破防的视频啊，说这个 Lidl 老板每80秒赚到的钱啊，就相当于德国普通人吭哧概年的收入，约为52000欧啊，那约合40万人民币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那这个视频一出来，马上就在德国激起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大讨论。如果说资本有罪，那么 Lidl 老板华拉 W 的方式也是学阿迪的，阿迪才是万恶之源，甚至他开启了德国廉价超市的商业模式。那么在许多年前啊，阿迪老板他每小时的收入就达到了50万欧元，被誉为德国史上赚钱速度最快的人啊。阿迪这个名称的由来跟阿迪达斯没有关系啊，它的创始人家族的姓 Albrecht， 再加上折扣店啊 discounter 这两个单词的开头组合而成。那时间回溯到20世纪初啊，当时在鲁尔区当矿工的老 Albrecht 因为染上尘肺病啊，不得不走出矿区，另外学门手艺养家糊口啊。当时正逢乱世，或许是预见到未来某一天啊，德国一个面包能涨到50万马克，所以老 Albrecht 呢就毅然决定学做烤面包。这样呢，至少能保障全家人都不饿肚子嘛。那好不容易做完这个培训师的奥斯别顿啊，就职业培训之后呢，可以自己出师开烘焙店了。老阿巴克斯当矿工时落下的这个病根啊，哮喘又犯了，那自己又烤不了面包，可是店已经盘下来，怎么办呢？不得已啊，他只能临时转型，把原本的烘焙店改成食品杂货店。那又因为这个店面太小，1913年这家杂货店在德国的埃森这个开业时啊，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时间一晃到了1919年啊，一战结束了，经过几年经营呢，阿布克斯两口子也有了些许积蓄，于是他们呢把小杂货店旁边那个房子也盘了下来，上面住人，底下这个临街的商铺呢就用来开店啊，扩大再生产嘛。这一回这个门店啊比之前的小杂货店大出了不少，于是老阿布克斯呢他大笔一挥啊，就给他提了个牌匾，就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啊，叫做卡尔阿布克斯的日用百货店啊，德语呢叫做 Kaufhaus für Lebensmittel Karl Albrecht。那这家店呢，就位于埃森市啊，叫 Höchstraße 89号的这个日用百货店呢，如今就是全球这1万家这个阿迪门店的老祖宗了。不过它长得跟子子孙孙呢，却是完全不同啊。首先是这个店面不大，仅相当于一家快餐店的大小，远远是小于现代阿迪平均的1000平米的门店面积的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阿迪的这家万店之母，2020年底呢就被阿布克斯的家族给永久关闭了，理由就是这个面积太小，影响这个赚钱效率。其次呢，是当时还没有自助购物的概念啊，所以采用的还是这个售货员在玻璃柜柜台前面啊，这个面对面1对1销售模式。不过一种质朴的气质还是一以贯之的保持下来啊，因为第一家门店地处鲁尔工业区，往来顾客大多是当地蓝领工人啊，他们不在乎你商品摆得多好看，他们在乎的是用最少钱买到最多的东西。所以老阿布克斯呢也不讲究啊，进完货呢就成箱的往地上一堆就开卖了。品类呢也仅限于工人生活必需品嘛，粮油、蔬菜、土豆、牛奶之类的啊。那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满足温饱一切所需，但是要追求一点小资情调，那就要另寻别处了。生意日渐红火啊，腰包见骨，阿巴克斯的两口子呢就考验小玉号召啊，那生2胎了。那接下来2年里呢，也就在这第一家门店的楼上，阿巴克斯的兄弟陆续出生啊，哥哥与父亲同名啊，也叫卡阿巴克斯，那弟弟呢则叫 Theo 阿巴克斯。先记住这2兄弟的名字啊，日后他们会成大器。
那两兄弟从小在店里理货、收银打下手，那耳濡目染就学会了如何与顾客打交道。又因为顾客中有不少都是穷困潦倒的工人嘛，挂逼了就用这个赊账方式来消费，所以两兄弟呢常常被这个父母派出去们上门讨债啊。那毕竟是没有人能拿上门讨债的孩子怎么样呢？在上门讨债过程中呢，两兄弟目睹了太多穷人生活的艰辛，许多人家徒四壁啊，要四处拼凑才能还上钱。这阿巴黑西打小就明白了钱难赚屎难吃的这个道理啊。日后呢，纵使他俩发大财了，发大财了，那也是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好日子没过几年，很快美术学院落榜生小胡子上台了，考不上就二战。1943年，老阿布黑西在二战打得如火如荼时去世啊。幸运的是呢，他没看到德国战败。那不幸的是，他两个儿子都被送上前线战场，一个送往东线，一个送往西线。哥哥卡尔是在1939年应召加入第三帝国国防军，那全程参与了苏德战争。1941年呢，他在血腥的莫斯科战役当中身负重伤啊，差点截肢，那被人拖回后方的医院才捡回一条命。弟弟 Tail 则被派往北非战场，属于沙漠之狐隆美尔的战斗编组，他同样经历了9死1生的战役，最后在被调往这个意大利驻攻墨索里尼时啊，被这个美军俘虏。兄弟俩在二战期间都不着家，家里的日用百货店呢就全靠他们的母亲一个人张罗。等战争结束时呢，两兄弟和杂货店都奇迹般的存活下来。二战结束之后，卡尔和泰尔两兄弟从母亲手上接过了杂货店啊，子承父业继续经营。残酷的战争不仅带给兄弟俩伤痛啊，那么同时向他们展示了最为高效的人员管理和物资供给调配的方式。兄弟俩用心观察学习之后呢，回来之后，两人就把战场上那套打法用到开店上。他们制定了细致入微的员工手册，细化到这个收银台下方的抽屉啊，每一层应该放什么，才能达到整齐和效率的这个最优解。仓库物流运输上更采用了军事化管理啊，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个仓储中心的位置啊，再在附近以辐射般的这个势头开连锁店，那直接把这个仓库的运力就拉满了。两兄弟在德国本土进行了一场开连锁杂货店闪电战。5年之后啊，他们从1家店发展到30家门店，又过了10年，到了1960年，这个数字直接翻了10倍啊，到了300家。那也在这一时期呢，兄弟俩就以这个家族姓氏啊命名这个店叫 Abergist， 它与这个折扣店 Discounter 结合，那突出一个廉价超市的定位啊，那正式把店名改为了阿迪。那随着生意的壮大，两兄弟性格的矛盾冲突呢也就开始凸显了。哥哥卡尔的性格更为开放，在这个经营管理上呢主张放权。弟弟 Tail 呢则更为保守，喜欢事无巨细，什么都要自己抓。那矛盾爆发导火索很快就来了。1961年，兄弟俩呢因为在阿迪里是否应该要卖香烟这件事情啊争执不下，那就毅然决定啊就分家了。就像当年德国分裂的东西德一样，阿迪呢在德国中间也是画出一条线，一夜之间分裂为南阿迪和北阿迪。哥哥卡尔执掌南阿迪，那弟弟 Tail 呢执掌北阿迪。分割南北阿迪的这条线呢，在德国就被称之为阿迪奥勒奇赤道。尽管看起来都是阿迪啊，但是南阿迪和北阿迪呢，从法律和财务上来看呢，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家公司啊。他们相爱相杀，像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啊，既是竞争又是合作关系。不仅在德国国内啊，南北阿迪划线而治，在海外市场两家也是有商有量，共同瓜分啊。那举个例子啊，进军中国市场的奥乐奇超市其实是南阿迪，截止目前短短几年时间啊，就在上海开出50几家店了。那么而当初北阿迪把庞大中国市场让给这个南阿迪的条件是呢，就是北阿迪能够另外再获得2个国家的独家经营权。同样的，在美国大家看到阿迪也是南阿迪啊，大家注意一下它的 logo 下面呢写的 Süd， 就是德语南方的意思。但是北阿迪也没有完全放弃北美市场啊，而是就换了个马甲，用 Trader Joe's 这个超市品牌。那顺带说一句啊，南阿迪也有这个很多马甲，比如在奥地利呢就叫 Hofer， 原因呢就是阿迪这个商标在奥地利已经被人率先抢注了。虽然从70年代起，阿迪两兄弟就已经登顶德国富豪榜了，但是你上网一搜，却几乎找不到他俩近照。不是最近几年，而是近40年来，兄弟俩都完全神隐了。连德国人都不知道他们的首富长啥样。这与发生在50多年前的一场离奇的绑架案有关啊。1941年10月29号晚，习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楼的这个北阿迪老板 Tail， 走向停车场时，就被2个持枪的绑匪拦截。绑匪定睛一看啊，眼前这人穿的也太寒碜了，实在不像是德国首富啊。于是他们就向 Tail 敬了一个礼，然后呢，请他出示驾驶证啊。Tail 见对方拿了手枪指着自己啊，那一时也懵逼了，只能乖乖的掏出证件。经过反复对比确认啊，这就是北阿迪老板后，2名绑匪大喜过望，将 Tail 就一把掳上车。那看着驾驶这2个绑匪太不熟练了啊，确实啊，他俩都是半道出家。主谋呢其实是一位杜塞尔多夫的律师啊，叫做 Heinz Oldenburg。
他由于欠了高额的这个赌债啊，走投无路，那于是就想干一票大的。他呢从一本就名为《德国的富豪与超级富豪》Die Reichen und Superreichen Deutschland 这本书当中呢，就是寻找这个绑架目标，发现德国首富啊是阿迪的老板，于是他就一拍大腿啊说干就是他了。那为了看起来够狠呢，这位律师从街头找了位曾经进去蹲过的兄弟啊，那说干就干，两个人呢原本是合计的绑这个男阿迪老板卡的，但是听说卡的身体不太好呢，怕他在绑架的途中就嘎了，所以呢临时就决定把目标从哥哥换成弟弟。两个绑匪一文一武，将 Theo 囚禁在一幢建筑里啊，对他进行文攻武吓，逼他写信向家里讨要赎金，那现金支付啊，并且不得报警。在赎金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双方就把金额确定在700万的那个德国马克，大约呢相当于今天的500多万欧元啊。那即使放在今天，也是德国绑架案啊史上要过最高的一笔赎金了。Theo 的妻子在收到这个丈夫寄来的信件时啊，那就被吓得不轻，一次性拿出700万德国马克啊，就算是临时去这个银行去取也取不出来啊。那好在廉价超市呢是一门这个创造极强现金流的生意啊，并且 Theo 有个习惯，就是爱把这个现金存在自家的金库，而不是存在银行。正所谓家有余粮，遇事不慌啊，在没有联系银行，仅靠自筹资金的情况下，Theo 妻子很快就准备好了700万马克赎金啊。接下来双方又遇到一个问题，如何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？这700万马克一旦交过去，能保证人不被撕票吗？这时候啊，当地的主教就充当了支付宝的角色，负责担保本次交易啊。由他呢将钱交给绑匪，同时绑匪呢把这个人交到主教手上，同时给绑匪24小时逃跑的时间，等时间到了再把人交到这个 Theo 家人手上。各方都很讲武德啊，通过这种方式呢，在被绑架了17天后，被阿迪老板 Theo 重返人间。而他被这个解救后呢，面对镜头的采访呢，就是他留在公众面前的最后的影像了。在绑架事件之后啊，阿迪兄弟的心有余悸，他们改造了自己的轿车啊，甚至在后备箱安装了这个隐藏的卫星电话，以便在被烧接这个后备箱的时候可以报警啊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公众的记忆当中完全抹去了他们的形象，这样就再也没有绑匪能认出他们了嘛。所以从那以后啊，这阿迪兄弟再也就没有留下这个照片和影像了，几乎人间蒸发了。虽然说一句啊，当年绑架 Theo 的两个绑匪不知道赎金已经被德警秘密做了记号，所以在花钱之后呢，很快就被抓获了，各自被判了8年。那但是700万这个马克的赎金只找回来一半啊，另一半呢现在可能还埋在德国的某片森林里。而精明的 Theo 呢，当年则打算把这700万马克的赎金啊，那继承这个企业的运营开支嘛，用于抵扣这个税款，不过被这财政局和法院都给这个驳回了，理由是呢他被绑架这个与阿迪的运营无关。那这回这个德国首富被绑架呢，也是给这个德国富豪阶层啊造成了极大震撼。大多数的德国顶级富豪呢，也学这个阿迪啊，那开始神隐。正所谓大隐隐于市啊。那此后代表这些德国企业走上前台被镁光灯这个聚焦啊，往往是职业经理人，而不是创始人家族本身了。2010年和2014年，阿迪两兄弟先后去世啊。刚开始呢都是密不发丧，几天后办完葬礼啊，才将这些消息对外公布。一旦传奇落幕啊，现在阿迪落到了家族2代的手上。他们呢成立家族基金，控制着在这个全球啊有上万家门店的庞大帝国。南北阿迪呢可以分裂，但终究同属一个阿贝克斯的家族嘛，常常在一起开这个闭门会议，共商大计啊。所以呢，德国反垄断局呢也是把这个南北阿迪视作一个整体来看呢，时不时呢就要敲打。而阿迪呢，在60年代开创廉价超市模式啊，也被 Lidl 啊、Netto 啊、Penny 等大大小小的德超发扬光大，开的家门口到处都是。在德国生活呢，你无论贫富啊，那联超都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步行可达、最便捷的购物场所。那么德国的联超和普通商超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他们的这个致富秘籍有什么呢？首先，德国联超贯穿一个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的原则，商品品类从普通商超上万件精简到1000种左右，但是这些精简下来品类呢，都是生活必需品啊，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爆款。那品类少了，这个库存周转率提高了，单品的这个采购量也就大了。量大呢，就能跟供应商谈判时拿到这个全宇宙最低的价格啊！凭借全宇宙最低的价格呢，德国联超在欧洲线下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。如果你在德国生活呢，就会发现啊，这些联超里卖的这个东西是比网上卖的还便宜的。所以能在联超里找的东西呢，就千万不要去亚马逊买了。凭借价格优势啊，德国联超能迅速攻城略地，一旦进入某个地区，就会芝麻开花一般开，遍地都是啊！这样呢，形成了高效的配送网络和渠道垄断优势。这时候德国的联超啊，它就会跟这些大牌的供应商谈判，要用他们的生产线生产同样的商品，但贴联超自己的牌子啊，价格则为那些品牌或者6折左右。这就是德国联超保持低价第2板斧，同样是品质啊，贴自己的牌子，价格直接骨折。那些品牌供应商之所以配合帮这个联超代工呢，一来是因为这样能消耗掉多余的产能啊，每条产线的效益都能拉满。
二来呢是因为不敢得罪这些德国联超，毕竟渠道为王嘛。那如果把这些联超得罪了，他们就下架你的品牌商品，那明年的业绩就很难看了。所以在德国的联超里购物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商品的生产商啊，如果自产的和有品牌的厂家相同啊，那么果断拿自产的。在门店运营上呢，德国联超也是把这个效率优化到极致啊，单个门店面积呢在1000平米出头，大约是大卖场大小1/10啊。因为他们经过测算之后呢，发现这样平效是最高的，顾客逛起来也不会觉得累啊。在招聘员工后呢，他们则会把他们培养成这个全能选手，既要会收银，也要会搞保洁，还能理货。上班时呢，他们会轮岗干这些活啊，这样一来呢，就不会让这个工作太枯燥。收银收的手麻了吗？来拖拖地嘛，也是种调剂啊。二来呢，可以应对突发而来的高峰客流啊，那这时候搞保洁的拖把一放，马上就能坐上收银台了。当然，因为这个联超的员工啊，啥都要会一点啊，所以说平均时薪呢也是略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，目前大概是在每小时15欧元啊。那么此外呢，德国联超还会动用一些小小的心思啊，那神不知鬼不觉的对顾客进行心理操纵。那进德国联超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他们几乎不提供购物篮啊，或者是你去推这个大辆的购物车，因为这个购物车一大呢，你东西放进去看起来就会显得空荡荡了，你本能的就会想把这个购物车给填满，那不知不觉的就会买多了。所以看似德国人的粗线条考虑不周，不给你提供购物篮啊，其实背后都蕴藏着精心的设计啊。类似的小心思不一而足啊，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视频最后呢再说一个彩蛋吧，Lidl 老板呢是把阿迪这套联超的模式学过来之后，再加入自己的创新啊，比如说搞这个互联网加开发了个发优惠券 APP 啊，挺好用的。近年来呢大有这个后来居上之势。但是 Lidl 老板其实不姓 Lidl 啊，而姓 Schwarz。那所以呢，控制 Lidl 集团呢也叫这个 Schwarz Group。当时他为何没像阿迪一样用自己的姓给这个超市命名呢？因为 Schwarz 是德语黑色的意思啊，它跟这个市场 market 结合在一起啊，就变成 Schwarz Market， 就黑色的意思啊。所以在德国呢，有些姓啊，它不是坑爹而是坑儿子啊，做生意都不能不另起名号了。好，那本期的小猪奇谈就聊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